感謝 i-Airsoft 5星級商行贊助提供我們產品，讓我們獨家第一時間拍攝做介紹。熱門槍款 FN509，它終於有了 CO2 版本，感覺質感非常好哦。我們現在就要開槍。好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天下武裝。今天呢，要介紹的是這把 FN509 CO2 槍。這把口徑6 mm， 彈夾式設計，裝彈數21發，滑套槍管鋁合金，槍身塑料，那動力 CO2 氣瓶。下方部分一樣有魚骨，可以加裝配件。然後加高的準星罩門，然後槍口有螺牙，可以加裝面音管。然後它是雙邊卸彈鈕的設計，解后定也是双邊的。然後扳机保險，然後槍身下方有另外一個保險。然后這款有授權嘛，所以槍身上方都會有做一些刻字，握把也有，好，另外一側，然後 FN 授權。那 FN 呢是比利時的槍廠，那經典的槍款像是 FN57啦、P90和 SCAR。那這款 FN509算是 FN 比較近代的系列手槍。那509比較著名的是有參加幾年前美軍的 MHS 競標，當年美軍要換新的制式手槍，有做手槍的競標。那 FN509就是參賽選手之一啊。那當時呢有個強大的競爭對手就是 G19 MHS 版本，那它的樣子就是 G19X 啊，只是槍身的後段多了一個手動保險版本。這兩款都會有潛力碼，那形象也都很類似，這樣打得不可開交，一時之間難分高下。在一番激戰之後，最終獲勝的是 SIG SAUER 的 P320。不過後來這兩款手槍在民用市場上面都取得不錯的成績啊。那我們剛剛也有說這兩款的形象類似嘛，那因為討論度高，經常也被做比較。那在美國的玩家社群之間，甚至出現了一個名詞叫做 FN Glock。那在這邊的 FN Glock 指的不是 G19X 而是這把 FN509。那奇怪Glock 指的不是 Glock。那這個部分呢 ，i-Gun 的網站也有做詳細的介紹。那如果說你有興趣的，你可以去了解看看。那說回玩具槍本身嘛，這款 FN509是由 CyberGun 授權的，然後有 KWC 代工。那制造的是 KWC， 基本上就穩了。在 CO2 品牌裡面 ，KWC 的槍我個人覺得很不錯，那質感好，後坐力也大。然後因為我手上這兩款是樣品嘛，廠商是用這種紙盒寄給我的，那所以就沒辦法跟大家介紹外包裝啊。等正式上市之後，就會有精美彩盒，到時候大家自己看我們這一集就着重在槍本體介紹。那這次的 FN509 CO2 版一樣有做黑色跟沙色兩種配色，兩款在外觀部分呢都是有做刻字的。那比較可惜的是彈夾的底部，它因為要鎖 CO2 氣瓶，它就沒有做刻字。不過彈夾內部還是有做仿真啊，真槍裝彈是17發嘛，那這部分它有盡量還原。509在設計上它是雙邊都可以卸彈夾的，它解後定也是雙邊的。有的槍款雖然有做雙邊卸彈鈕，但是使用上還是感覺會卡卡的。那這一款我覺得就還蠻順暢的，很絲滑，而且這款握感蠻好的，就蠻舒服的。保險的部分呢，它是在扳機的尖端做了一個分段，就是防走火的就前端這邊。然後這邊要特別注意，它的下方編號這個位置也有做了一個手動保險這個設計是 BB 槍才有的。如果說要使用這個設計，你要先上膛之後才可以去做使用。那沒有上膛就不要硬掰了，不然等下把它掰壞。看到紅色點點就是可以做射擊了。那我們對比一下瓦斯版本的509，配色上 CO2 版本它是比较偏這種泥沙色的，它就比較淺。那我個人也是比較喜歡这種泥沙色不過瓦斯也不錯啦，至少這兩款它都不是像什麼牛奶糖的顏色，那我就覺得可以了。牛奶糖什麼顏色？就牛奶糖，用牛奶糖你知道嗎？那款它看起來超像牛奶糖，就方方的。那黑色就這樣子嘛那這兩款的黑紗配置其實就不太一樣。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種各半的配色啦。那瓦斯版本它的黑色比較像是點綴用的不過也好啦，那大家就有更多選擇可以去購買嘛。那面音管部分呢，瓦斯版是這種槍管一體式的螺牙，那 CO2 版呢則是這種內螺牙，就另外加裝轉接頭。那這部分各有好壞啦，就看大家的喜好吧。
那比較可惜的是準星罩門部分，那瓦斯版的是光纖，啊 CO2 版的就是白一點，那看起來沒有那麼屌。還有就是瓦斯版的部分，它有 MOS 可以裝內紅點，那 CO2 版本就沒有了。還有底蓋部分，瓦斯版的有做刻字啊 ，CO2 版本就沒有。啊，然後我们來看一下它的內部。那首先一樣，先把彈夾卸下来，然後滑套往後拉，啊，滑套卡對準這個凹槽，好往下扳，就可以把滑套卸下來了。哦，然後它的 hub 就在這個位置啊，你可以用一字起子去轉它，去調整彈道上下。啊，附近桿啊。槍管，好，下槍生長這個樣子哈，好，裝回去就一樣嘛，槍管、附近桿、滑套對下槍身的軌道，好，從頭往後拉到底，好，一樣滑套卡對在這個位置，把它鎖起來，放掉，測試一下，好，這樣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其他就沒有什麼好介紹啦，那我們就進入測試階段。好，我們現在裝填子彈，彈夾把它卸下來。好，這個鈕可以往下撥，那我們子彈就可以從上面去裝填。那這款還蠻好，是它整條都是做寬口的，我們可以直接從上面丟。好，就更方便了。好，它一樣是做雙排設計啊。我們今天裝10發做測試。那鎖氣瓶的部分呢，底蓋把它轉開。這邊要注意哦，它的底蓋一面是凸面的，一面是凹面的。啊，凹面朝內，凸面朝外。好，這個不要鎖反了。啊，氣瓶裝進去。然後可以先轉到底柱啊，不要鎖破，留着備用。那這樣就可以了。啊，像我們現在使用嘛，彈夾先卸下來，然後我們把氣瓶鎖破，轉緊沒有漏氣聲就可以了。然後呢，上彈夾，第一發上膛，那現在就是可以激發狀態了。那我們現在試打。好，那手感的部分呢？一開始我拿這款，我有點嚇到。那因為它蠻有分量的，它不是說很沉重那個樣子，它是整體感覺很扎實啊，滿滿的。那握起來呢也很舒服，就整個很貼合。然後它拉滑套的聲音很好聽，很有金屬感。它後坐力表現蠻好的 ，KWC 他們家的後坐力表現基本上都蠻棒的。那這款也可以用在把玩啊、練習上去做使用，精準度那可以吧，就很穩啊。然後這把我們有測試過，初速差不多在105到110之間。那整體來說呢，這款新上市的 FN509啊，各方面表現都蠻好的。那初速不算高，後坐力不小，槍身用料上來蠻有誠意的，上手把玩也適合。那 CO2 版本也是給市場上多了一個選擇嘛。如果你喜歡509的槍型，那你不一定要下場，更多的是想要練習把玩的話，這一款你可以考慮。好，像我們現在不使用了嘛，彈夾先把它退下來。好，確認沒子彈了。然後呢，解後定，兩邊都可以。把扳機呢把它扣掉。然後裡面的氣瓶泄壓，就按壓這個泄氣閥就可以泄氣了。好，沒氣了，就把底蓋轉開。把氣瓶拿出來。那這樣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全部內容。喜歡我們可以進我們 YouTube 頻道 ，FB 跟官網賣場資訊一樣放在下方鏈接。那我們下期見，拜拜。OK， 拜。這個是 BB 槍才有的，放什麼煙火？這衝小啊！